大家好，我是 Leo， 大家新年好！不知道大家还有几个人还记得我们几个月前做的那个橘子的实验呢？做完那个实验以后，我就把那个橘子切成2半，然后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封了起来。现在也有几个月了，如今呢，我们就拿出成果来看一眼。现在从塑料袋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橘子已经完全的发霉了，上面这全部都是霉啊！看一眼我们这个橘子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橘子的味道，一股呛人的味道。这个上面不仅有绿色的霉，还有白色的霉，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天哪，都撕不下来！我们看到粘到塑料纸，干到塑料纸上的这些，这些就够了。然后再来一点白色的，这白色的估计也是菌丝一类的东西。再拿吸水纸来吸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刚刚的绿色的采样，在这个放大倍数下面看不清是吧？那现在就10倍镜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稍微看得清楚一下这里面的绿色的成分了。看上去怎么有点像树叶一样不，有点像翡翠、玉石一类的花纹，看上去有点像。在这个放大倍数下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菌丝和菌类了，不知道是不是菌类，反正有球状的东西，还有菌丝，有菌丝是肯定的，就是这些像蜘蛛网一样的结构，尤其是在边缘部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菌丝。在40倍镜下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如同菜叶一样的结构，而这个旁边的这个长的东西呢，就是菌丝，而这上面的虫卵一样的东西应该就是霉菌了。如果说我说错了呢，欢迎大家纠正。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球状的应该就是霉菌。我们再关一下聚光镜，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长长的有点像脉络一样的就是菌丝。没有活的东西了，我以为这个橘子很有营养啊，应该会出现虫子一类的，然而令我比较惊奇的，居然没有看到虫子。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白色采样了，而且白色的采样有点复杂，因为这白色的采样里面还夹杂着绿色的采样，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采齐了呀。可以看到，这个边上有点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这东西看上去很像棉花呀。这个白色的上面也是有很多的菌丝啊，你看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菌丝，然后这菌丝上面呢还有一些泡状的东西看来是这个样子。绿色的这里呢是菌类生长的地方，而这个白色的这里菌丝居多，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呢，我们就拿油镜来看一下。这个油镜的放大倍数是100倍啊，现在是1600倍放大了。在这个放大倍数下面，我们是可以看清的，就是这个球状的结构，我们能看到很多的球状。这个呢，应该就是霉菌了。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很像白菜叶？这个就是霉菌聚集的地方啊。难道这些霉菌会生产出绿色的色素吗？那现在想必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发霉了的东西的内部构造是什么了，所以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也是比较的注意就是发霉了的东西坚决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些东西吃下去以后对身体非常的有害，有可能会有毒素一类的东西，甚至会对肝造成损伤，这个都是得不偿失的。那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下方留言呢，我们下次再见。